Hello， 你好，大家好，我中意时钟中飘逸的逸。开始正式教学之前，我想要简单聊聊我个人学习制作 3D 游戏的历程。老样子，想要看教学的人，还请先跳到后面的 Q&A 环节，可以节省你一点时间哦。好，有在观看我频道的伙伴们就会知道，我个人是比较偏好制作 2D 游戏的。这是因为我个人如果玩 FPS 第一人称游戏的话，会有严重的 3D 晕。所以说，在我学习的过程中，我都很排斥学习 3D 游戏制作。更多的时间都是偏好以 2D 游戏制作为主轴来进行开发的。回想起本人我还在念硕士班的时候，有一个很擅长透过 DirectX 制作 3D 游戏的同学，他总是建议我是时候学习 3D 游戏制作了。但是以我个人而言，我仍旧是非常排斥的，因为我自己就会 3D 晕，怎么可能会去制作 3D 游戏呢？要知道在那个年代，游戏市场正在经历一场 2D、3D 游戏相互争霸的关键战役时间。虽然说那个年代也不是任天堂马里奥那么古老的时代，但市面上确实是不乏有一些 3D 游戏崭露头角，好比说像是半条命、绝对武力。不过呢，以我个人生理上而言， 3D 晕是非常致命的，这让我非常不想要学习 3D 游戏制作。更何况以我的观念来看， 2D 游戏不过就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呈现的手段。如果有不错的游戏与创意性，为何一定要学习制作 3D 游戏呢？总之啊，我个人的 3D 晕成为了我不想要学习制作 3D 游戏的最佳借口。直到我这个同学说了句让我顿悟的话，他说 3D 游戏也可以将画面投影至 2D 或者是 2.5D 的平面，这样玩家不就不会 3D 晕了吗？他这么一说，我倒是来了兴趣。确实哦，好比说像仙境传说，虽然说那是假 2.5D， 或者是暗黑破坏神，这些热门的大作确实都是透过 2.5D 的方式让玩家不会产生 3D 晕的困扰，而且还可以切换视角，让游戏设计更多了许多创新性。既然如此，当时我就下定决心要开始尝试学习一些 3D 游戏制作的方案，好比说 Java 3D、OpenGL 以及 DirectX 的 3D 工具库。但是这条路比我想象中的还要不顺利啊！如果说上述几个工具你也曾经学习过，你就会知道这些工具真的不是人在学习的，那个过程非常的痛苦。你可能需要搞懂 3D 坐标系、摄影机、物体内的 3D 坐标系、3D 矩阵等等等等。我相信绝大多数初次接触的人一定会备受打击，进而让人迅速的失去学习的动力。而我个人呢，也不意外，不到2个月我就迅速弃坑。就跟股票投资一样，我还是得要设定一个停损点，毕竟当时的我还在准备硕士班的毕业论文呢。以我个人的评估啊，当时应该还不是一个入场学习 3D 游戏制作的好时机，因为当时的我还没有找到合适拿来做 3D 游戏开发的工具。直到多年后，某次机缘巧合下，让我认识到了 Unity 这款 3D 游戏的工具，确实让我如获至宝。它有着直观的 3D Preview Debug 使用者界面，简化的 3D 物理原则包含碰撞、重力、操控等预设工具，人性化的场景编辑、3D 摄影机调整以及世界、物体、坐标轴等等的系统。这样就可以让我不用那么费力的学习那些工具，好比说 Java 3D 啦、OpenGL 或 DirectX， 让我踏入制作 3D 游戏领域更为轻松。我常常在想，如果当时我能够找到一些比较系统性而且尽量简单的范例去学习，让我知道这件事情，也就是制作 3D 游戏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困难，我是否能够就更轻松的越过学习陡坡，尽早的开发一款属于我个人的 3D 游戏呢？好，这也是为何我想要制作这个 Unity 快速开始相关系列影片的主因了。很多时候，当你不了解一个技术的时候，你会预测它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你会替这件事情找到成千上百个困难的理由，但说到底，这都只是阻碍你学习的最大借口罢了。好了，我扯得有点远，我只希望这个系列影片能够带给你一个较为轻松的道路，让你在学习 Unity 的路途上更为顺遂。那就让我们彼此勉励咯。OK，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回到 Q&A 的环节吧。问题11，如何设计出 FPS 第一人称的游戏视角？那在这个世界中呢，我要先建造一个地板。好，地板建立完成之后呢，我们想要先建立一个玩家，这边就简单的设计一下。这边有先设计了一颗头，在 Unity 里面的话，其实是可以将其他物件并到同一个物件之中，让它们变成一个整体。所以这里的话，我在这一个圆球的物件上面新增了一个圆柱体，这一个圆柱体跟这颗圆球就会是一体的。当它们俩是一体的时候，你在移动就会两个一起移动。
好，这边我们设计好玩家之后，我将它的名称改一下，改成叫做 Player。那跟上次一样，我们可以让这个玩家进行移动。具体的做法的话，就是在这个物件的右下方新增 Add Component， 我们新增一个脚本。我们来编辑这一个脚本。那移动这一个 player 的程式码，如同先前我们有提到的，我们尝试去取得它在 x 轴跟 z 轴的移动。那当它需要旋转的时候，就进行 rotate； 当它需要移动的时候，则进行 move。这里再展示一下。好，将这个程式码引入之后，我们来看一下结果。OK， 可以看到这个玩家他会借由我们键盘的 WSD 来进行前进跟旋转移动。好，那这里如果我们要设计第一人称视角的话，我们就必须建立一台摄影机，让这台摄影机在这个玩家的正前方来当成他的双眼世界。具体的做法，我们在这里新增一台摄影机 Camera， 接着将这一台 Camera 放进 Player 里面。这时候我们再切到 Preview 的状态，就可以看到这台摄影机是跟着这一个玩家在进行运作。不过这个世界太过于空白，导致于你分不出来自己在什么位置上。我们可以试着在场景去新增一些物件，让你比较有辨别度。好，那这样执行之后，就可以看到这些物件在世界中的不同位置，比较容易辨别这个玩家到底走到哪一个位置之上。如果你这样 preview， 你会发觉说这个摄影机的位置好像有点偏低，但没关系，我们其实只要将这个摄影机的位置调高就行了。目前它的观看视野是在 player 物件整体的中央，所以 camera 我们可以将它的位置稍微提高一点，那这样视野看起来就会比较高一些，有没有？这样看起来就比较正常一些。好了，这样基本上我们第一人称的视野就设计完毕了。如果说还有地方需要调整的话，那大概就是需要有钢体的属性。前面我们也提到说，钢体就是在 Faces 里面的 Rigged Body。那套路之后，它遇到这些撞到这些东西就会被卡住。好，我忘记做一件事情了。我们应该要将 Rigged Body 里面的 Constraint 就是维持住，那我们要 Freeze 就是固定住它的，好比说像我这边讲的就是 Rotation。好，为了要让玩家不会摔倒，所以我们应该在这个玩家身上设定它的 Rigged Body， 要把它设定成旋转上面应该要将它的 XYZ 轴锁定，这样它才不会摔倒。好，总之这样就可以设计好一个第一人称的视角。问题12，如何射出子弹？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能要分成3个小节。问题12之1，如何设计子弹的行为？如果要射出子弹的话，我们第一步要做什么？我们当然是要设计子弹这个东西啦。在这个专案里面新增一个 Sphere， 也就是圆球。那我们将它的名称取名叫 Bullet。我调整一下它的大小。好，当这颗子弹设计好之后，我们要开始进行子弹的行为。所谓的子弹行为是什么呢？就是它会飞。那么让子弹飞这件事情要怎么做到呢？我们一样要设计一个 script 脚本给它。OK， 我们开始编辑这一个 Bullet Fly 的脚本吧。前面我们有提到说，这个 update function 里面就是指每一小段时间它会要做的事情。那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子弹如果要飞，就是会让它往前进一小段距离。具体上怎么做呢？我们这边一样是用 transform 点 position， 然后要加等于 transform 点 forward， 就是前进，乘上 time， 然后经历过的时间是 delta time。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的效果。可以看到这一颗子弹，它就在前进了。但我们觉得这一颗子弹前进速度有点慢，所以说呢，我们可以乘上一个移动的速度，我称它叫 speed。那这 speed 呢，在这一个脚本里面可以定义一下它的速度。目前我先将它定义成2倍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效果。看起来这个子弹移动速度有比较好一些。这边调到4好了。这样速度就比较像子弹一样了。好，这样子我们子弹就飞起来了。问题12之2，如何生成以及删除子弹？接着呢，我们来说明如何动态的生成子弹以及删除子弹。生成子弹很容易理解，就是当我们的玩家攻击的时候，应该是动态的生成子弹。这边一样透过写程式的方式去达成。我们在 Player 这里一样新增一个脚本，叫做 Shoot Bullet。然后呢，这里我们想要当玩家按下 Space 的时候才射出子弹，所以我们第一步要先监听玩家有没有按下 Space 这个按钮。这里我们就需要监听玩家有没有按下 Space 这个按钮，也就是 Input 点 Get Key Down， 然后 Space 的 Key Code 是什么呢？我不知道，所以说我们就用 Key Code 点 SPAC。好，这样就可以去监视玩家有没有按下空白键。这里我们可以 debug log 一下，看一下玩家有没有按下按钮。OK， 你可以看到这个时候我们按下Space 的时候，底下这里就会被监听到的。那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当我们按下 Space 之后，要发射出子弹。好，回到程式码这边，要怎么射出子弹呢？首先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子弹这个物件，它才能够射出子弹。那子弹这个物件要进来的话，我们在最前面这里需要将 Public 将子弹这个物件放进来，让程式码认识子弹这个东西。好，这里储存之后，我们在外部这里玩家的部分就会出现一个输入口。那这个输入口我们就将 bullet 放进来，也就是这一颗 bullet。那再来，我们需要动态的，当玩家按下 Space 之后，会新增 bullet 这个物件。在 Unity 里面，动态的产生一个物件，它使用的function名称就是实例化 extension。extension 它的拼法是 INSTANTIATE。那它需要输入3个参数。第一个参数的话，就是你要实例化的物件，这边我称之为 bullet。好，接下来第二个的话是它的要新增出来的位置，它的位置 position。第三个的话则是它的物件，它目前预设的 rotation。那上面这里 bullet 就是从外面 game object 输入进来的，所以这里就对了。那 position 的部分的话，因为我们现在是在 player 这个物件里面所写的 C# 脚本，所以说程式码会认识它的 transform 点 position 这个位置就是它的位置。旋转角度我们希望它跟玩家这个物件所面对的角度是一样的，所以这里一样也是 transform 点 rotation。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个结果。看起来子弹是有朝着玩家的角度发射出去的，但是你仔细如果看一下的话，玩家会因为子弹射出去的那一瞬间是从玩家身上打出去的，所以说玩家会一直后退。虽然说这个在设计上感觉好像有后坐力，好像还蛮真实的，但是其实这不是我们想要的状况。其实我想要的状况比较偏向是它不会影响到玩家会一直往后退，这不是我所想要的。好，怎么做？我觉得应该是要在这个玩家前方一点点的位置，然后来发射，这样子才不会造成这个玩家一直疯狂的有
后退，所以我想要设计一个叫做发射的位置。那发射位置应该就在这个玩家前面一点点的位置。怎么做呢？我们应该可以在玩家的前方去新增一个叫做 Launch Offset。这个 Launch Offset 的话，我可能在玩家这里新增一个空的物件好了。那我叫做 LAUNCHO FFSCT Launch Offset。然后这个 Launch Offset 我们把它稍微调整一下，调整到玩家的正前方的位置，稍微一点点正前方的位置，不要说它射击出来之后好像疯狂的都是从他自己脸上打出去，会导致玩家会有后坐力这个问题。好，这边存档。那你设计了这个物件之后，程式码最前面这里写下 public game object， 然后 LAUNCHOFSET， 然后将这一个外部的位置把它放回到脚本的输入需求，放进来之后，子弹射出位置我们希望在它前方这里。这里原本我们是用玩家的 transform， 就是玩家自己本身的位置，那这里我们就要改成用 launch offset 的 transform 它的 position。好，我们来执行一下，看看还会不会发生玩家受到子弹后坐力影响。好，这样就好很多了，不会导致它一直疯狂的后退。好，目前这样射击子弹看起来是没有问题的，但现在有一个小小问题想要考虑的就是，玩家在射击子弹的时候速度会可以非常的快。如果说你希望它射击子弹是有一个 CD 时间的，我们先来设计一下，叫做 fire rate， 好比说像是 0.1 秒，那这一个是标准的 fire rate， 然后我们要去设计一个记录这个玩家他的时间 counter， 在程式码里面呢，我们要新增一些变数。第一个我们要设计 fire 的 rate， 多久可以发一发子弹，那我设定成 0.1 秒。然后第二个呢，要去记录玩家上一次发射子弹到现在的时间，我们取名叫做 fire counter 0f。哦，这边要设定成 float。好，那发射的条件是当 fire counter 小于等于0的时候，我们将这个 if 式将发射子弹放进去，然后当玩家发射成功之后，就会 fire counter 等于 fire rate。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大概玩家只能发射一发子弹。为什么呢？因为当我发射出子弹之后，这个 fire counter 永远就会锁在 0.1f， 就不会达成小于等于0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我们其实应该是要在每一次 update 的时候，都要将这一个 fire counter 减等于 time 点 delta time， 并且如果当这个 fire counter 这个变数小于等于0的时候，我们要将它设定成0。我们回头来看一下执行的结果。因为 0.1 秒还是很小的数字，所以其实它发射速度还是很快。好，我们这里将 fire rate 改成1秒，来看一下它的结果，你就可以看到它射出去的秒数是1秒，这样速度会慢很多。那我们这里重新调整成 0.3 秒，看一下 0.3 秒的射击结果。哦，这样明显比刚才有好一些。好，总之这样就可以设计出玩家在射击子弹的 CD 速度。接着我们要来设计删除子弹。那我们为什么需要删除子弹呢？因为其实在游戏中这些物件啊，它是动态生成的，可是当它到世界边界的时候，这些物件其实并不会消失。
这样是不合理的，因为对于你的游戏来说，在左边这里你可以看到，它有一大堆被 clone 出来的物件，可是从来就没有被删除掉。这玩到最后期，如果子弹我们都不进行回收的话，你游戏一定会越来越缓慢。那删除物件的方式有什么呢？可能第一个就是当它超出游戏的边界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把它删除。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可能碰到物件的时候，我们也会把它删除。当子弹飞出到边界的时候，就将它删掉。边界我可以设定成 Z 轴，当它大于 12.4。当子弹到了 X 轴 12.4 或者是负 12.4， 当 Z 轴到正 12.4 或是负 12.4 的时候会进行删除。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可以回到子弹的 Bullet Fly 的部分，这个部分我们就可以来写条件式。好，那当它符合上面这个条件，表示它出界了。出界我们要删除这个物件，所以使用程式码是 destroy destroy。那这边要删除什么呢？这里我们必须要删除它自己关联到的物件，所以是 game object。这样写完程式之后，我们来执行一下效果。那就让我们来看一下这颗子弹会不会被删除咯。OK， 子弹被删除了。好，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想要再设计，当子弹碰到这些物件的时候，它也会消除。好，那点了它之后呢，我们当然是要去新增它的 Rigid Body， 也就是它的钢体的属性。如果说你没有做 Z 轴、做 Y 轴的，它子弹就会垂下来、掉下来了。好，那所以说表示我们在Y 轴的话，要把它的位置锁定一下。我们再执行一下，那这样子弹就会直直飞出去，不会像刚才好像就掉下来。那你可以看到子弹它如果撞到这些钢铁的时候，它的物件就会弹出去了，就表示说它的钢铁性质已经出现了。好，那钢铁性质出现，我们才可以来进行 onCollide 的function。那我们编写这一段程式码，这段程式码就是当这一颗子弹它 onCollision 碰到某个物件的时候，这部分在我们前面弹跳物件的时候有提到过。那撞到物件的时候呢，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我们一样是用 tag war 这个物品，当它撞到的时候会删除掉那一个物件，并且也会删除掉它自己本身这个物件。所以这时候我们就需要进到游戏里面，将刚才新增出来的那些阻碍物新增一个 tag 叫 war。好比说像这个胶囊，那我们要新增一个 tag WALL， 存档，然后将它指定成 war。然后呢，其他物件也是。好，我们重新执行一次看看。有，当球撞到物件的那一刻，子弹消除，并且物件也消除咯。好吧，不过这里删除之后衍生了一个问题，就是当我删除子弹之后，因为没有得参考，所以当我再按下 Space 就不会有任何物件被产生出来了。那这就会引申到我们下一个议题，如何去新增一个 bullet 子弹的 prefib。你可以看到底下这里会有错误，就是物件 GetObject has been destroyed， 就是物件已经被删除了，但是你仍旧想要去存取它，但物件已经消失啦，没有物件了，那怎么办呢？这就会引发我们下一个议题，如何去新增子弹的 prefib， 也就是预作物件。问题12之3，为何要制作 prefib 子弹？所谓的预作物件呢，就是在 Unity 里面执行阶段之前，它就会将这个物件建立好了。它并不是游戏中的实际被建立出来的物件。那这个物件呢，它有点像是 prototype， 也就是预作形态。那好处就是它做出来之后，其实你就可以不停的复制它，也就不会发生刚才我们看到的
因为物件已经被删除了，所以你就不能再去复制或存取它。具体上要怎么制作呢？这边其实也没有很困难，你只要将这个 bullet 往下拉下来到这个 asset 里面，那这个时候这个物件就会变成篮筐，也就是预作物件了。当我们做好预作物件之后，那我们有一些地方要做改动，就是当玩家我们前面有一个射出子弹的时候，在这里有一个 bullet， 我们应该把它重新指到不是 scene 里面的 bullet 哦，而是要改成 assets 里面的 bullet。 好，这个改完之后呢，你就可以安心的将游戏场景中原本被建立出来的 bullet 删掉。删掉之后我们储存之后呢，我们开始 preview 一下，看一下它的结果。好，我们一样就可以发射子弹了。这时候你就不用担心子弹会因为到了边界消失之后，你就程式码没有得参考。好啦，今天我们提到了如何设计出 FPS 的游戏视角，如何射出子弹，并且在射出子弹的部分，我们还分成3部分。第一部分是怎么设计子弹的行为，第二个怎么样生成删除子弹，第三个为什么要制作 prefab 子弹。这个系列讲解到这边，你猜我最后是想要制作怎么样的游戏呢？ OK， 如果以上的内容有帮助到你，还请按赞、订阅、加分享。另外就是我们家过阵子就要迎接新生命了，所以说再来这段时间我可能会比较忙碌，影片更新上可能也会比较慢一些，或者是更新时间不一定，还请各位订阅我频道的观众们多多见谅咯。我是中意，时钟的钟，飘逸的逸，那就让我们下次再见。